爱情有烟火定档，谭健次王楚然租甜度超标，观众锁死这对。说真的，现在好多都市剧我看一集就气了，不是霸总强行英雄救美，就是误会来误会去拖个20集，看得人血压飙升。但最近有部剧的预告片居然让我有点期待，就是谭健次和王楚然那部《爱情有烟火》。光看设定就挺有意思的，投行精英男和沪漂社畜女因为租房凑到一块儿，开局就是鸡飞狗跳。谭健次演的李亦菲穿着笔挺的西装，一脸嫌弃地翻着王楚然列的那张合租公约，嘴里还嘟囔事儿真多。结果镜头一转，他居然悄悄把自己那些进口零食摆到了客厅的餐桌上，那个别扭劲儿一下就出来了。还有啊，两人为抢卫生间吵得面红耳赤，他气呼呼摔门进去，下一秒却顺手把女方吊在门口的高跟鞋给摆正了。这种嘴上说不要，身体很诚实的细节，可比那些动不动就壁咚、转圈圈摔倒的套路真实多了。据说这部剧里，谭健次演的李亦菲是个投资失败，不得不出来合租的落魄贵公子。这个反差设定本身就带感。王楚然演的钱飞则是很多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的缩影，失恋又失业，为了还房贷不得不把房子租出去减压。两人一见面就因为房租能不能便宜500块这种现实问题杠上，简直是我和我室友的翻版。剧情里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件，全是合租里那些鸡毛蒜皮。比如钱飞加班到凌晨才回家，一开门发现李亦菲给他留了一盏小夜灯，餐桌上还放了盒没拆的泡面。李亦菲发烧生病，平时跟他针尖对麦忙的钱飞，虽然粥煮糊了，但还是笨手笨脚的想照顾他。还有两人挤在那个小厨房里做饭，他吐槽他切菜像砍柴，他回对他摆个盘磨叽半天，结果吃饭时都不声不响的把对方爱吃的菜夹过去。这种藏在柴米油盐里的关心特别戳人，它不像工业糖精那样齁甜，而是像慢慢煨出来的一锅汤，暖胃又暖心。有网友看完预告就评论，这哪是演戏，这分明是在我家装了摄像头。双引号，因为都是投行圈的，俩人后来还进了同一个项目组，甚至要面对钱飞那个难缠的前男友。但李亦菲也没开什么金手指，不是直接帮钱飞搞定一切，而是教他怎么看数据，怎么应对客户，更像是个嘴硬心软的导师。在钱飞的功劳被同事抢了的时候，他也不是冲动的去吵架，而是冷静的帮他收集证据，用专业的方式讨回公道。这种并肩作战的感情，比单纯的情情爱爱要扎实得多。谭健次这次演技又被夸了，他把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劲儿演得特别生动。帮钱飞改方案到半夜，人家递给他一杯热牛奶，他眼神躲闪，嘴上说着我是怕你搞砸了连累我，可那个嘴角啊，控制不住的偷偷往上扬。这种微表情太有戏了，也难怪好多观众说，光是看他的表情变化就能追完40集。王楚然这次的角色也挺接地气的，不是那种傻白甜或者完美女神，就是一个会为房租发愁、会熬夜加班、会遭遇挫折的普通女孩。她那种打不垮的韧劲，很容易让职场人产生共鸣。这部剧是根据小说《投行男女》改编的，导演是拍过不少扎实现实题材的史成业，看得出剧组在追求一种真实感，没有悬浮的人设和剧情。钱飞会算计着每一分钱，李亦菲也会为业绩焦虑，就连配角的故事线，比如闺蜜在大厂996，朋友创业失败，都像是从我们身边搬过去的。现在大家真的看腻了那些脱离现实的悬浮剧，爱情有烟火这种带着烟火气、甜的有理有据的剧，说不定真能成下一匹黑马。他告诉你，爱情不是天天过情人节，
而是有人愿意在你加班晚归时给你留盏灯，是你生病时有人愿意为你煮一碗哪怕糊了的粥。